Hello， 大家好，我是不随着股市真心分享价值的 Kevin。你们最近好吗？有没有持续的在学习投资理财呢？那这期影片要跟你分享，如果你想要提早退休，那定期定额投资20年，在美股大盘标准普500指数会是一个好方法吗？那如果你还在犹豫要怎么投资配置才能提早退休，达到财务自由的目标，那这期影片一定可以帮助到你哦。那首先我们要先知道什么是标准普500指数。那标准普500指数就是 S&P 500指数，那它代表的是美国市值最大的500间上市公司。那这个指数呢，就占据美国总体股票市值的 80% 到 90% 之间，涵盖了金融、科技、医疗、消费等多方面的产业。它非常能反映美国的经济实力。那为什么想要提早退休应该要投资标准普500指数呢？那第一个就是历史平均年化报酬率是高达了 10%， 将近1个世纪，是非常经得起时间的考验。那目前全球前3大的股票型的 ETF 都是属于标准普500指数的 ETF。那这3档基金分别是 SPY、VOO 跟 IVV。这3档加起来呢，他们的基金的规模是超过了2兆2000亿美元哦。那2兆2000亿美元到底是大还算是小呢？我们台湾最大的 ETF 0050，它的一个基金的规模只有220亿美元，也就是这3档 ETF 加起来是我们台湾0050的100倍的规模。所以我们从这边就可以知道，标准普500指数是非常吸引全球投资人去进行投资的。那标准普500指数它的平均年化报酬率是 10% 的话，那以7-2法则来计算，大概是7年的时间就可以翻1倍咯。那我们可以看下面这一张表格，那这张表格可以看到标准普500指数它历年的一个绩效表现，可以发现到它是涨多跌少哦。那就连 Vanguard 的创办人，也就是指数教父约翰伯格都表示，大多数的投资人最好的投资策略就是定期定额的去投资低成本的标准普500指数 ETF。 那第二个就是标准普500指数，它涵盖了美国最大的500间上市公司，它的产业分散风险的能力是非常的不错。那标准普500指数包含了非常多的龙头企业，好像是苹果、微软、NVIDIA 或者像是特斯拉都包含在 S&P 500指数当中。那这种大型蓝筹股的组合提供了天然的分散风险的一个效果。那即使部分的产业发生了衰退，那整体指数仍然能保持韧性哦。那如果我们投资人投资这类广泛分散而且呢长期上涨的指数，我们投资人就可以将我们的心思心力放在赚取主动收入上面。我们主动收入越多，我们就可以拿出更多的本金呢拿来投资。那我们投资的话呢也是持续上涨。那两方加成之下呢，我们的财富的增长速度就会非常的快哦。好像我自己的财富增长计划，我是预计在40岁以前达到300万美元的一个资产。那如果你有兴趣想要看我如何去达成这个目标，可以看我上面这期影片，我已经做了2年的计划了。好，那第三个就是标准普500指数在经济衰退之后呢，它总能复苏。那如果我们进行定期定额投资，我们就可以平滑我们的买点。那历史证明呢，如果我们去投资美国大盘标准普500指数，在2000年的网络泡沫的股灾，还有2008年的次级房贷的股灾，以及2020年的疫情，还有2022年的升息周期，不管面临哪些危机，发生的哪些股灾，最终呢指数呢都是持续的上涨，并且呢都创下了新的高点。所以如果我们这段期间都有进行定期定额投资，也就是平均成本法去进行投资的话，那即使短期的波动也能自动在低点去进行买入。这样子的话呢，我们就可以平均我们的成本，那长期下来的话呢是更具有优势。那股神巴菲特呢，他是以自行选股闻名世界，那就连他自己都表示，在他往生之后呢，他的遗产的大部分都要去投资标准普500指数的基金，而不是去找专业的经理人去进行操盘哦。那可见标准普500指数它的一个权威性以及可靠性。那第四个就是，如果我们要投资标准普500指数，那我们有非常多的低费用的 ETF 可以进行投资，那门槛是非常非常的低。像是我们投资人可以去投资美国的 VOO， 或者是爱尔兰的 ETF CSP， 或者像是我们台湾的00646，他们全部都是投资标准普500指数哦。那美国的 VOO 呢，它是知名度非常的高，然后费用率也是最低的，但是呢它要缴股息税。那爱尔兰的 CSP， 虽然它的费用率不是最低的，但是呢它可以免缴 30% 的股息税，而且呢它也是免征美国的遗产税哦。那以总成本来看的话呢， CSP 是这3档 ETF 当中呢持有成本最低的一档 ETF 哦。
那台湾的00646呢，则是最方便的，因为它只要在我们台湾的证券交易所就可以购买到咯。不过00646它的费用率就是比较高咯。那如果你想要了解更多如何去投资标准普尔500指数的 ETF， 可以看我上面这期影片，我跟大家详细的分析。那要如何去投资 CSP 这一档非常低税率的 ETF 呢？因为 CSP 它是在伦敦证券交易所进行交易的，所以呢，你要有伦敦证券交易所的交易权限。那 Kevin 我自己的话呢，会去使用 IB 盈透证券，因为 IB 盈透证券它可以交易伦敦证券交易所的股票。那如果你是使用一般的美股券商，像是 First Trade 或者是嘉信证券，他们是无法在伦敦证券交易所进行交易哦。而且盈透证券它也可以设定自动定期扣款以及买进，这样子的话呢，我们的投资就会非常的轻松。那在过去这几年，相信大家一定有听过 FIRE 族，也就是财富自由的一个族群。那他们呢，也都是将 S&P 500指数当作他们的核心配置之一哦。好，那接下来我们就来进行 S&P 500指数的定期定额的实际试算。那我们前面有提到，我们透过标准普尔500指数，我们的平均年化报酬率大概是来到 10.33%， 但是实际呢，我们拿到的年化报酬率当然不会这么的高。好，第一，因为基金的话呢，它是有费用率的。那第二的话呢，就是会有股息税，所以呢，我们实际拿到的报酬率应该只有 9.5% 左右。所以我这边的话呢，就用 SPY 去进行定期定额的投资。那时间的话呢，就是从2004年的1月到2023年的12月份。那我们可以看到它的年均报酬率大概就是 9.6%。那这 9.6% 呢，是包含了股息再投资，但是呢，它是没有扣除股息税的。那这跟我们刚刚讲到的 10.33%， 如果它扣除股息税的话呢，也大概是 9.5% 左右。所以呢，我会抓这一个区间来进行一个定期定额的试算，因为这样子的话呢，是更符合实际的状况哦。那你在这张图当中，你还有看到另外两条线，那分别是 TLT， 它是绿线，它的年化报酬率大概是 4% 左右。那还有一个灰色的线呢，它是 cash， 也是现金，我是用来购买1到3年期的美国公债。那它过去的一个年均报酬率大概是 1.4%。那为什么要把美债跟现金也都要把它拿进来一起比较呢？因为我们投资人在进行投资的时候呢，不可能100%你全部的资产都去买股票，因为这样子的话呢，你的承担的风险一定是非常的大。我们的心都是肉做的，我们都会感觉到压力。如果我们全部 all in 股市的话，那当股灾来临的时候呢，肯定会茶不思饭不想，夜不能寐，手脚发抖。所以我们在投资的时候呢，肯定要进行一个投资组合的一个搭配。那有许多人呢，他自己的承担风险能力是很好，但是呢，他承担风险的意愿很低，那他就不适合100%的去投资股票。就像是说他自己年收入可能是200-300万，但是呢，他很不喜欢去投资那种高风险的股票，他无法去忍受他自己账户的亏损。这样子的话呢，虽然他能力很好，但是他就不适合去投资100%的股票。那另外一种人呢，是他很喜欢开高杠杆，但他自己的财务状况很差，他是个月光族，他每个月几乎都存不下任何钱。如果他股票亏完了，他下个月的房贷就缴不出来。那这种人呢，他就是承担风险的意愿很高，但是他能力就会非常的差。这种人呢，也不适合100%的去投资股票。所以投资组合的搭配，不管对任何人来讲，都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投资技能哦。那我们看下面这张图，那下面这张图是标准普尔500指数的 SPY 跟长天期的美债 ETF TLT 以及现金 cash， 他们在过去这20年当中，他们每年的绩效表现。那我们可以发现到，在2008年的时候，股灾来临， SPY 呢，它是下跌了将近 40%。那美债 ETF TLT 它则是上涨了 30%。 那美债跟美股呈现了一个相反的一个关系，但是呢，在2022年这一次的股灾它是因为升息所导致的，那段时间不管是股市还是债市都是下跌的一个状况哦。而只要美债跟美股大盘它不是呈现完全的正相关，都可以去进行部分的配置，这可以大幅的去减少我们投资组合的波动性哦。这样子我们投资人持有起来就可以更加的安心。那接下来我们就来进行3个投资组合的比较。第一个投资组合就是 100% 的 SPY， 就是美国大盘的 ETF。 那第二个投资组合就是 80% 的 SPY 跟 20% 的 TLT， 也就是美债 ETF。 那第三个投资组合则是 80% 的 SPY 再去加上 20% 的现金部位。那这两个投资组合呢，都会在每半年，也就是每年的6月份跟12月份的时候呢，会进行投资组合的再平衡，将我们的投资组合呢回归到8:2的比例。那这3个投资组合，我们都是在2004年的1月1号投资1万块钱，然后我们持有到2023年的12月31号。我们来看它的绩效的表现。那你可以看到 100% 的 SPY 它的资产是来到了62600块钱，大概是上涨了526%。
那 SPY 跟 TLT 的投资组合呢，它则是来到了56000块钱。那 SPY 再去加上现金的话呢，则是来到了47800块钱。那这边比较值得注意的就是 SPY 再去加上 TLT， 它的年化报酬率从原本的 9.6%， 就是100%的 SPY 是 9.6%， 下降到 9% 左右。虽然它的绩效下降了，但是它的波动性也从原本的 50.8% 大幅的下降到了 38.9%， 减少了将近20%的波动性哦。最重要的就是在2008年的次级房贷危机的时候， 100% 的 SPY 它重新回到高点是要来到2012年的3月份，但是如果你是 SPY 再去加上 TLT 的话，它重新回归到高点是减少了1年的时间，它在2011年的2月份就回归到高点咯。所以如果你在你的股票的投资组合当中加入了一点美债的话，你可以减少在股债来临的时候呢，你的投资组合的一个崩盘的一个幅度，而且呢可以加速他们回归到前面高点的一个时间哦。好，那接下来我们就来将这3个投资组合进行定期定额的投资。那我们定期定额的投资的规则也是非常简单，就是每个月投资1万块钱。我们来看他们的绩效表现。那我们从2004年的1月1号，首先本金是放1万块，接下来呢每个月的月底我们都会再投资1万块钱，然后我们会投资到2023年的12月31号，总共投入241万。那我们可以发现到 100% 的 SPY 它最终资产是破千万，是来到了1025万，它年化报酬率是最具吸引力的。那 SPY 跟 TLT 呢，它可以有效的去降低风险，它资产可以来到了873万，最大的回撤的幅度呢也大幅的下降到只剩下 23.7%。那为什么它最大回撤幅度是大幅的下降到只剩下 23.7% 呢？因为我们真实投资的时候呢，我们的账户当中呢还是每个月都会有钱进来，那每个月有钱进来，那我们账户的最大的跌幅当然就会减少。所以如果我们进行每个月的定期定额的投资，在股灾来临的时候呢，你的整体你的账户的总资产只有下跌2成，那是不是相对来讲就是比较安心的一个状况呢？那如果与此同时你是100%的全部都是去投资 SPY 的 ETF， 而且你是一次 all in， 你不是定期定额的投资，那你的账户的亏损就一次来到了 50% 哦。那这相对来讲的话呢，压力就是会非常的大。所以我们可以发现到，越积极的配置，长期的回报率是越高的，然后呢越保守的配置呢，长期的报酬率是相对较低的。但是呢风险与报酬永远都是一体两面的，你要追求长期的高报酬，你短期呢就要有非常强大的心脏哦。好，那我们前面比较了每个月的定期定额的投资，接下来我们再来比较另外2个方式，也就是每季投资一次，也是投资3万块钱。那另外一个呢，则是每年投资一次，也就是一次投资12万。我们来看这3个定期定额投资的间距，哪一个绩效表现会更好？那我们直接来看这个表格。那我这边呢，跟大家整理3个重点。第一个重点就是，当我们投入的越早的时候呢，也就代表说我们的时间是越分散的，那我们总报酬率是更高的哦。你可以看到，每个月投资1万块钱跟每年投资12万，他们投资的总金额是一样的，但是呢，他们的总报酬率在 100% 的 SPY 的投资组合当中是可以相差60万以上哦。所以我们在定期定额投资的时候呢，我们就是尽量越早投资是越好的哦，不要等到1年才要投资一次，真的是撑的有点久了。那第二个重点就是每个月跟每季的绩效其实相差不大，所以呢，我们在做定期定额的投资的时候呢，我们不一定要每个月都要投资一次，我们可以每一季投资一次，因为每一季投资一次跟每个月投资一次，其实他们绩效不会相差太大，但是呢，它却可以省下比较多的一些汇款的费用哦。像是如果你是使用一些海外券商，像是银透证券、Firstrade 或者是嘉信证券，你每个月如果要投资的话呢，你是不是都要汇款过去？那每次汇款的话呢，都是一笔手续费。那还不如说呢，每季就是每3个月呢汇款一次，这样子的话呢，我们就可以省下2次的手续费的费用哦。那汇款的话呢，你现在可以参考一些网络的银行，像是将来银行跟 Line Bank， 他们现在的一个汇款和国际电汇，他们的费用都是蛮低的，大概是150块台币就可以搞定哦。所以我们从这边可以知道，定期定额投资，如果你的绩效、你的成效要好的话呢，你是越早投入是越好的，但是呢，不需要太过于频繁，因为太过频繁的话会导致你的成本上升。其实每一季投资一次就是非常的足够咯。那最后有一个是大家最常会拿来跟定期定额比较的一个策略，那就是一次性投入。那如果你在2004年1月1号，你是一次性的投入241万，也就是定期定额这个过程当中所有的资金你都是拿到一开始就进行投资的话，那你的绩效表现会不会比较优异呢？那答案就是在这个表格上面，你可以发现到
一次性投入它的绩效是明显的优于定期定额的投资，因为标准普尔500指数它是一个长期上涨的指数，所以呢，如果你一次性的投入的话，那你的绩效往往都是更加的优异。但是一次性投入虽然它的成效是最好的，但不是每一个人都可以做到。如果我们只是从数学的角度来看，当然会觉得一次性投入是最好的，但问题是谁一开始就可以拿出241万来投资？会考虑定期定额投资的人，一定是一开始都只能拿出一点点的资金来进行投资，他们才会去考虑定期定额的投资。我们都知道，如果要买车的时候呢，一次全款付清是最轻松的，因为你不用再缴之后的利息，你的财务压力一定是更小的。但现实就是很多人刚出社会，光凑个头期款都非常的吃力，更遑论你想要全款买车，或者是你要一次性的投资240万。所以定期定额的投资跟一次性的投资，问题不是到底哪一个比较好，而是你到底能参与哪一个投资。对于大部分的小资主来讲，一次性投资240万就是定期定额这段区间的钱，你一次性拿出来投资，这是不现实的事情。假的。如果你手上没有那笔钱，你永远都只是纸上谈兵哦。那定期定额投资虽然它的报酬率相对来讲是比较低的，但它却是一般人能开始、能坚持还有能成功的一个投资方式哦。那我们刚刚的 SPY 加上 TLT 的投资组合每个月定期定额投资1万块钱，最终20年后呢，你可以拿到870万。那这870万就能退休吗？如果我们以一般常见的 4% 法则，就是每年从我们投资组合当中领 4% 来当做我们的生活费的话，那第一年其实我们就可以领到35万，也就是说我们每个月可以拿到3万块钱。那3万块钱再去加上我们台湾的劳保大概是2万多，那加起来每个月就有5万块钱的退休金哦。那如果你觉得5万块钱不够，那你就要更加的努力嘛，你现在要更努力的赚钱，你要每个月存下更多的钱来进行投资。如果你每个月定期定额的钱可以从1万块钱成长到2万块钱，那你之后退休的时候呢，你就可以每年从你投资组合当中呢去拿出70万出来，也就是你每个月呢就可以花到6万块钱，再去加上劳保的2万块钱，不就每个月生活费就有8万了吗？而且如果你是运用 4% 法则去进行提领的话，你的资产甚至在你退休之后呢都会持续的增长，而且在股灾来临的时候呢，你的退休金也不会中断哦。那详细的教学你可以看我上面这一期影片，那这期影片呢是我教我妈妈去安排她的退休金的一个计划，让她后半辈子都可以持续的领钱，不用担心没有生活费哦。那如果我自己要进行定期定额的投资的话，那我自己会使用 SPY 再去加上 TLT 还有 Cash 的方式去进行搭配。那假设我现在本金只有20万，然后每个月呢打算定期定额投资1万块钱，那我在我的 IB 银投证券的账户当中呢，我就会先拿20万里面的3万块钱来当做我的加仓预备金，就是它会以现金的方式呢去存在。那接下来的17万呢，里面的 80% 就是15万6千块，我会买 SPY 这档 ETF 或者是 CSP 的 ETF， 因为 CSP 它是一个比较低税的 ETF， 那我自己的话呢应该会去买 CSP。 那剩余的1万4千块钱我就会去买 TLT 这档 ETF。 那接下来我就在 IB 银投证券的界面当中，我会去设定定期定额的投资。那我定期定额投资呢，就是每个月投资1万块钱，那1万块钱里面的8000块钱就是投资 CSP， 那剩下的2000块钱就是投资 TLT。 那我在台湾的账户当中呢，就是我每个月呢就会存1万块钱，然后呢当我存到3万块钱的时候呢，我就会一次将钱汇到我 IB 银投证券的账户当中。这样子的安排的话呢，我在 IB 银投证券的定期定额投资它就永远都不会中断，因为我加仓预备金有3万块钱每个月都会进行投资，然后3万块钱花完之后呢，我刚好又有一笔钱再汇进来，这样子我的账户当中呢就一直有加仓预备金可以使用哦。好，那 IB 银投证券的定期定额投资要怎么设定呢？我这边来教大家怎么设定。首先我们要在交易的地方点下去，这边有一个叫做定期投资，我们把它点下去。好，那定期投资你这边可以看到，我这边已经有设定了 VT 这档 ETF， 我会每个月去投资500块钱，而且呢是没有结束的日期，我会每个月都会进行定期定额投资。那如果你自己要投资的话，你就在这边按创建定期投资，点下去。点下去之后呢，这边的话你就搜寻你的股票代号，像是如果你是想要投资 SPY 这档 ETF， 那你就投资 SPY， 然后呢选择这边有个股票，点击下去，然后这边的话你可以选择你的开始的日期，看你是要在每个月的什么时候去进行投资。好像是我可以选择每个月的7月31号进行投资，然后投资的金额是多少，好像是我们刚刚如果说是8000块台币的话呢，那大概就是250块美金，那我们就写250块美金。然后间隔这边你可以自己选每个月或是每日或者是每季每半年每年都可以。那我这边的话呢就选择每个月投资一次。然后结束日期的话呢，如果你们要特定结束日期，你就可以不用写，
就写股结束日期，然后这边点击继续，好，点击继续之后呢，接下来你这边就确定一下你这边的一个定期定额设定的一个资讯，确定没问题之后呢，这边就按保存投资。那保存投资这边就会显成功。那接下来的话呢，你的账户当中就会每个月就会进行定期定额的投资咯。好，那我们回到这个画面就可以看到 SPY 这边我们已经设定好了，就是每个月会进行250块美金的定期定额的投资。好，那如果你想要了解以透证券要如何使用，或者是要如何开户的话，那你可以先加入我们以透证券的中文交流区。好，那是由 Kevin 我自己所创办的。那在这个社团当中呢，会有许多的用户会分享他们自己的经验以及他们所遇到的问题，那我都会在那边为大家解答。那社团当中呢，也有非常多的人会分享他们的经验，相信都可以帮助到你了解这个平台哦。那至于要如何开户的话呢，你也可以看我上面这期影片，我有教大家如何去进行开户。如果你觉得这期影片对你有帮助，可以将这期影片分享给其他有在进行投资的朋友，帮助他们进行财务规划哦。好了，我是不随着股市真心分享价值 Kevin， 我们下期影片见，拜拜。肯定会茶不思饭不行啊，是茶不思饭不行吗？这成语是这样讲，茶不思饭不行吗？不是吧？肯定会手脚发麻，饭不洗凉啊。